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MAX 最近推出的一款音乐生成的神器。那这个工具呢，我自己实测下来呢，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它上手是比较简单，对这种新手小白都比较友好。那我这边是自己已经测试过，然后生成了一些不同的音乐，我们来看到具体的效果。纯粹的真诚，就这样牵着手一直往前走，像一部没有尽头的温柔小说。哪怕明天世界会有多大变动，只要在你身边，我就不会退缩。時光飛走，帶唔走這牽掛，手機裏仲留住你嘅對話。每一次聽到熟悉嘅歌，眼淚就忍唔住悄悄滑落。We were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underneath the willow tree. OK， 那是不是效果还可以？对，在那个开源的这种音乐合成的项目里面，我觉得它效果还算不错的。那我们本期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在本地的一个部署，然后生成这种高音质的一个音乐，以及它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就是要合成一个音乐的话，有一些细节是要给它处理好的，不然的话这个音乐可能生成的效果就不那么好。首先我们看到它的配置的信息啊，我这边的话是 Win10的操作系统，然后大家最好是有英伟达显卡，这边我建议大家显存至少要大于等于8G 啊，然后硬盘的话呢，你预留下16G 以上的一个容量，这个就足够了。内存的话最好是大于32G。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基本上的 OK。那第一步的话，我们是要来到这个 Comfort UI 这个页面去下载这个终端。我们直接来到这个官网，然后我们下载这个 Desktop， 然后点击下一步安装啊，比较简单。安装好了之后，你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图标。然后我们双击打开它。你第一次进来，你可以在这里点击新建实例。我这边之前已经建好了，我就直接进入先前的。那我们首先呢，要来到这样一个已有的一个工作流，我们给它加载进来。那这个工作流是在哪里的？这里我是给大家有下载的一个地址啊，这里有模板。来，我们把这个地址呢点一下，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这种 JSON 文件，让我们去下载。然后我们点击右侧这边有个下载按钮，哎，我们放到桌面嘛，我们就给它放到桌面，点击保存。OK， 那这就是一个 JSON 文件了。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哎，很简单，比如说我就最简单的，我把它拖到这里面去。对，它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流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两块，就是这一块还有这一块。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你刚刚加进来的时候呢，这边会报错的啊，因为你没有去下载它所要的一个模型。那我们这边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所以这边就不显示报错了。那后面要下载哪些模型呢？但这边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放大。大家可以看到，整体上呢，我们是要下载3个模型就够了。但是这边呢，可以2选1，也就是说，你根据你显存的情况，如果你的显存是6到12G 的话呢，那么你就下载这个 Int8 的版本就够了。那如果你的显存是大于等于16G，你就下载这个 FP16啊，这个精度的模型就够了。那这些模型的下载地址，还有它的一个安装目录，我都会放在评论区。那这就是这4个模型啊，大家分别去下载就好了。那我这边已经用镜像网站给大家加载好了，就是你去下载，不管是国内的小伙伴或者是国外的，都很方便，可以下载。那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是呢，就是下载好之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已有的这个目录要求去存放。那有小伙伴不知道在哪里存放，其实很简单啊，我告诉你，你下载好之后呢，找到你安装这个 Comfort UI Desktop 的一个目录，我这里是安装在这里啊，这个 Comfort UI Desktop， 然后我们找到这一个有一个 Shell 啊，然后我们双击，这里有一个模型。就是这个文件夹里面 ，OK。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刚才这张图啊，建议的去装在哪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你看这个 VAE 的话呢，你就应该找到在这个位置，对吧？找到它，然后我们双击，你就把这个 MiniMax Mode3 这个模型给它下进来。那这里的我已经下好了啊，对，可以看到啊，所以我就不重复下载了。其他的模型都类似的，大家按照我这给的这个路径。包括我给的这些模型的下载链接啊，你逐个去下载就够了。你下载好了之后呢，你就会来到我这样的一个页面了啊。OK， 那这个页面呢，它的一个构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首先上面这一块呢，就是它对你这个生成音乐的各个参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你的音乐要什么风格，你是在这里去描述它就 OK 了。下面这个呢，就是你音乐的一个歌词。那我自己实测下来呢，这个模型目前对于英文还有中文以及像日语等语种啊，它支持都还不错。我还测了一下，像我们常用的这种粤语歌
效果也是不错的啊，都可以支持。那我们接着聊怎么做呢？首先这上面这2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要去让 GPT 或者是 DeepSeek 呀，或者是那个什么其他的大模型去生成都可以。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它有一个格式要求啊，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首先，就是最上面的这一个宏观，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3个标题。首先是它有一个叫全局这样的一个元数据，这个是全局属性。它主要是要定义你这个音乐风格和节拍这些东西的。下面就是一个人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配器，还有编曲的走向。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是音乐专业的，我们也不用去了解的那么细。但是你在给大模型，比如说你在给 ChatGPT 按照去生成这个音乐风格的时候呢，你是要把这3点都提一下，对，让它就根据这3点去给你去生成去汇总。那这样的话呢，到时候生成的音乐呢，可控性更强。OK， 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2点的话呢，就是中间这个宏观，中间这个宏观是歌词，歌词其实比较简单，对吧？大家这个好理解。那歌词的话呢，不管你是中文、英文或者是其他语言，你就把它对应的写进去。但是这有一个细节就是要注意，就是首先呢，它有些结构标签，你像这种什么前奏这个副歌、主歌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要用中括号去包裹的啊，要记住中括号。然后底下呢，它有一些小括号，就是辅助的一些伴唱啊，这个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你在给那个 GPT 或者是 DeepSeek 让他们去生成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些东西给它带上。最后一点就是底下这些参数啊，这些参数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首先你看啊，这个最大生成，这就是你生成音乐的时长，它默认是60秒啊，我这里给它提到180。你根据自己需求来，如果你这个数调得越大的话呢，你的显存占用，还有你生成这个歌的时间就会越长啊。OK， 然后这是随机种子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些模型啊，这个 Unet Name 这边呢有没有根据自己的显存去选啊？你可以看到我目前这里选的是 FP16啊，因为我这边有16G 的显存，所以我选的 FP16。那大家如果不够的话呢，我们之前讲下载模型的时候，它有 int8，你可以去下载这个 int8，把这里可以做一个切换，你点击一下就好了啊，很容易切换的。然后最底下这个要手动讲一下，它叫什么了？就是那个你再理解，就是目前它默认这个开关是关的啊，就是如果你显存够的话，你就把它关掉。这个是你显存不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开，它会帮你节省显存啊。但是呢，你的音质生成的音乐的音质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OK， 那我们接着就往下去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吧。首先呢，我们这边我是给大家测了3种语言的一个歌曲，有英文的啊，你可以看到有中文的，还有了日语的啊。视频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家演示了有粤语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原理。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放到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工作流啊，就刚才拉进来的这个最新的工作流，我们给它粘贴，然后呢，我们把这部分的东西呢，也给它歌词也给它粘贴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里是有标红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呢，我是要求它用英文去唱，对，然后你看我底下有中文的，我这个地方就标了它用中文去唱，但是我这个 caption 说明的这部分呢，我并没有用中文去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实测下来发现呢，可能他们这些模型底层还是用的这种英文的这种歌曲去训练的啊，所以你这一块描述的时候，你还是用英文去描述会更好。比如说底下的我这个日语，我这个地方也是用英语去要求它用日语去唱，对吧？然后都是用英语去描述的。但是你歌词的话呢，你是什么语言的歌，你就用什么样的语种去描述就好了啊，是这样子。OK， 然后我这边已经开始了。然后目前的话，我这边的话，这首歌的话大概是180秒吧，也就是3分钟。好，我所有的参数都确认好了，你要做的就点击右上角这个运行，点击开始运行。然后这边的话呢，根据自己的就显卡的情况，我这边呢是060钛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刚刚点了运行之后，它这边的显存还有它的那个编码的这个占用的率又马上都提高了。实测一首歌的话。像这种3分钟左右的歌的话，它大概要10分钟左右才能生成啊。如果你的显卡就是算力更强的话，那你生的这歌的速度会更快。OK，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已经显示作业已经完成了啊，总共花了473秒。然后呢，在生成之后，这里就有一个可以播放的这样一个音频。那上面有一些那个选项，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首先呢，来我们放大一点。首先这个是代表它生成的这个音乐放的文件夹，然后在 Audio， 然后再有个前缀名啊，就这意思。然后这边它是导出的音乐是支持这3种格式 FLC、MP3 和 OPUS。然后这个质量这里的
这个地方有威宁和 128K 和 320K， 它是代表你生成音乐的比特率。按道理的话呢，你这个数越大的话呢，它的生成的音乐的音质越好，但是呢，它占用的这个空间也会越大。所以我们一般选威宁。威宁的话，它会自适应的，就是比如说它在低音段，它就用小一点的比特率啊，然后在高音段它可能用大一点的比特率去保存啊，可以简单先这样理解。OK，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播放来听一听。Headlights cutting through the summer dark. We parked the truck down by the county park. You played a melody on an old 6-string, making me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是吧？我觉得效果还可以，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我这边呢，之前给大家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演示的都是用女声，然后呢，我刚刚这个生成呢，我又要求它是用男声嘛，但你可以看到目前它这个男声版的这个声线其实也挺好听的，就是跟以往的有一些这种音乐合成的模型不一样。比如我在往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这种音乐生成的模型，它就只能用女声，它的男声的话都能切换过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OK， 然后呢，其他的也是类似的，比如说这边有刚刚给大家演示是英文，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演示中文啊，我这边再接着去生成，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然后把这个也复制一下，让保持原样不动，我们点击运行。OK， 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它这个已经生成好了啊，就是这个中文的这首歌，然后呢，它总共的时间是2分14秒，然后我们要求它是180秒，也就是3分钟。那为什么会没有到3分钟呢？其实这里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这个歌词，包括我这边的一个整体的内容啊，它这个歌算起来也就2分14秒，就歌词内容还不够嘛。如果你要3分钟的话，可能你要再加一些歌词这种内容，它才会慢慢达到3分钟，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啊，没关系。那我们再播放一下，看看效果。微风轻轻吹过安静的操场，你单车后座是我最爱的摇晃。那天午后的阳光穿透了白云，照亮了你眼底最纯粹的真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日语的，粘贴到这里好了。那我们点击运行，目前日语的已经生成了，我们来播放听一下。夕暮れの駅オレンジに染まる空夕暮れの駅オレンジに染まる空夕暮れの駅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给大家提一嘴的是，这个音乐生成好之后呢，我们去下载到本地，就点击右边的这3个小点，然后就有一个下载按钮啊，你可以点击下载，然后点击我这里保存到桌面，点击保存就好了。OK， 然后我这里下载好了。下载好了之后呢，有些小伙伴他说他想要去有歌词，然后去播放。那这最简单的方案，我跟大家说呢，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音频文件给它导入到剪映然后呢，你可以用剪映呢去把它的背景声音给它提取出，就是把人声给提取出来，把背景声音给分隔。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只剩人声了，然后再通过那个字幕的识别，就可以把歌词给识别出来了，然后可以导出到本地。那这就是一种也比较快的一个方案。要生成优质歌曲呢，我自己实测下来有这几方面的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写的时候，我们不能让那个 GPT 或者是 DeepSeek 让它写的很笼统。就是说，你给我生成一首好听的流行歌，这太宽泛了，不行。你最好是让 GPT 让它给你生成，就速度啊、调式啊、乐器啊这些混响这些东西都描述清楚这样的话它生成的质量会大幅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也给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歌词跟我们的这个时长是要做一个匹配的。就是如果你的歌词字数不够但是你的那个最大时长设了很多，那它肯定会结尾会出现大量的空白的，会出现一些就奇怪的一些声音。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模型底层还是用英文训练的，所以它对英文的掌握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如果是中文歌词的话，大家呢尽量的话就是避免一些生僻字了怕有时候发音不准会有这种现象。最后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硬件嘛如果大家在实测过程中你要去生成一些时长更长的歌曲的时候呢一个好的建议是你可以先用60秒快速的给它抽卡，然后呢你觉得抽到某个音色你觉得还不错，就它那个随机种子你就给它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你再把时间拉长去生成你真正要生成的那首歌曲，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关于本期的这个音乐的生成模型的使用和注意细节，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本期视频有关的所有的这种资源和下载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评论区，大家到时候直接可以去取用。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我评论区留言，我都会进行一一答复的。如果您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我的创作。那我们本期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